战争进入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新阶段。近期乌克兰接连使出组合拳，从对俄罗斯发布总攻令，动员潜伏特工在敌后全面破坏，到派出无人机3路突袭莫斯科市区，从再次发布招降书，劝说俄军士兵投降保命，到跨境行动生擒俄黑海舰队舰长，甚至还有神出鬼没的蛛网行动 2.0， 用藏在火车里的无人机烧毁俄军整列装备物资列车，以及传闻德国金牛座巡航导弹参战猛击俄军基地，乌军 F-16 战机击落俄王牌苏 35战机等惊人场面。就连组建私人军队这种听起来匪夷所思的提议，如今也被郑重地摆上了台面。听上去是不是像谍战大片中的桥段轮番上演？别着急，且让我们以轻松诙谐却扣人心弦的语调，一一揭开这些事件背后的背景、逻辑与现实意义。2025年6月8日，乌克兰情报和安全系统抛出了一项重量级决定。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基里洛·布达诺夫和安全局局长瓦西里·马柳克共同发布一条对俄总攻令。这个耸人听闻的命令要求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号召所有潜伏在俄罗斯境内的乌方特工和情报人员放开手脚，对俄方的战争资源尽情展开破坏。换句话说，乌克兰正式发动了一场在敌后全面开花的谍报战，要把俄罗斯的后方搅个天翻地覆。发布这道命令的2位大佬，一个是掌管军事情报的布达诺夫，一位是主管国内安全与反情报的马柳克。他们联手喊出的总攻令，等于向千里之外隐匿在俄境内的无名英雄们吹响了冲锋号。这些隐藏身份的特工，此前或许一直小心潜伏，现在终于等到全面开火的许可，破坏铁路交通，引燃弹药库，暗中送走关键人物等等，都不再有过多限制。可以想象，那一刻，无数潜伏者在心中暗喊，终于等到这一天。这道谍战版的总攻动员令背后有其战略考量。当前乌克兰在正面战场上和俄军僵持，正需要打开新局面，而让潜伏在俄国内部的力量动起来，从内部撕咬俄军，无疑是高风险、高收益的大胆策略。它不仅可以直接摧毁俄方的武器、补给和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给对手制造无处不敌的恐惧感。当俄罗斯国内接二连三发生爆炸、起火、交通中断时，前线的俄军心里也会打鼓，自己的后方是不是已经千疮百孔了？有趣的是，这道密令一出，很快就看到了实际效果。就在同一天，一起离奇大胆的破坏行动在俄境内上演，堪称这道总攻令的见证。下面让我们把镜头转向这一幕蛛网行动 2.0， 看看乌克兰特工是如何让俄军的一列装甲军火列车化为灰烬的。提起蛛网行动，这名字听着就透着一股谍战味道。事实上，乌克兰近年来在俄罗斯本土搞过多起无人机奇袭，就被统称为蛛网行动。不过蛛网 2.0 的这一出更是让人大开眼界。同样是2025年6月8日，俄军一列运送坦克和燃料的火车在行驶途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发动攻击的无人机竟然是从这列火车自身的粮食车厢里飞出来的，画面感十足吧？试想一下，俄罗斯的后勤列车正载着满满一车厢小麦，表面看是普通粮食运输，实际上暗藏杀机。等列车驶入指定地点，粮食车厢的舱门突然打开，飞出一群乌克兰无人机，径直扑向载有军火物资的车厢。猝不及防的俄军守卫还没反应过来，自己的列车就被自家人给炸了。结果这趟运往乌克兰前线的补给列车变成了一场盛大的烟火表演。据传被烧毁的有13辆坦克、7套火炮系统、10辆油罐车，以及将近540吨燃料。如此大的损失足以让前线的俄军心疼到滴血。事后，俄罗斯的军事博主们个个拍案而起，在社交媒体上痛骂，我们的安检都是吃干饭的吗？毕竟如此离奇的袭击方式让俄方颜面无光，堂堂大国居然让对手把无人机藏进自己的火车运进来，一路畅通无阻，这不就是现代版特洛伊木马吗？只不过希腊人用木马混进城，乌克兰人则更胜一筹，用粮食车皮把无人机送进了俄军的运输车队里。这个创意可以说既大胆又荒诞，充满了不对称战争的智慧。蛛网行动 2.0 的成功
说明乌克兰的特工和工程师脑洞大开，把非常规手段玩到了极致。它的现实意义在于，俄军的后勤生命线变得风声鹤唳，以后一列平平无奇的运粮火车都可能隐藏致命杀机。俄方每检查一辆车厢，都要提心吊胆。蛛网已然知道了俄罗斯纵深，让后方再无安全温床。这正印证了总攻令的精神，整个俄罗斯本土都可能成为乌克兰反击的战场。如果说铁路上的袭击还发生在边境附近，那么接下来乌克兰干脆把手伸到了俄罗斯的心脏莫斯科。这座戒备森严的大都市近期也频频被无人机敲打得心神不宁。尤其有一次，乌克兰无人机被爆出3路齐攻莫斯科的戏码，也就是说，从多个方向同时派出无人机群对莫斯科周边发动突袭。这场袭击发生时，莫斯科市民半夜被刺耳的防空警报惊醒，还以为是听错了，战争怎么可能打到首都头上？然而窗外传来的爆炸声提醒他们，这不是演习。俄罗斯官方事后承认，有相当数量的不明无人机闯入了莫斯科周边空域，一时间莫斯科附近几个重要机场被迫紧急关闭。凌晨的天空中，防空导弹划过，直升机在追逐袭来的无人机，居民区上空腾起了浓烟，一些无人机被击落后碎片散落在高档社区里，据说有栋豪宅的窗户都被震碎，可见爆炸离市中心已经不远。由于俄方严密控制消息，我们难以得知无人机确切的袭击路线和数量，但种种迹象表明，乌克兰极可能选择了从莫斯科的南、西、东3面同时出击，试图以饱和攻击来突破防空。虽然大部分无人机被俄军拦截，但还是有几架突破到了市区上空，给莫斯科人来了个下马威。这次事件也创造了自2战以来莫斯科罕见遭受空袭威胁的记录，震撼程度非同一般。乌克兰无人机袭没传递的现实意义是巨大的。首先，它戳破了俄罗斯民众的安全泡泡。原以为战争远在千里之外的乌克兰东部，结果敌人的无人机已经敲响克里姆林宫大门。对于普通莫斯科市民来说，这种心理冲击可想而知。开战1年多以来头一次，战争的火星溅到了自己头顶。其次，从军事角度看，乌克兰此举暴露出俄军防空在首都方向也并非密不透风。一旦乌方找到防空雷达的缝隙，就能长驱直入，给俄高层难堪。这对俄罗斯而言无异于当头棒喝，连首都上空都不再绝对安全，还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值得玩味的是，乌克兰方面对此次袭击保持了半遮半掩的态度，没有公开承认，也没有否认，任由外界猜测。这倒符合悬疑大片的套路，真正的幕后黑手往往躲在阴影中微笑，不把话说透，让对手自己去疑神疑鬼。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乌克兰无人机技术的发展和胆量的提升，莫斯科未来还可能面对更多不速之客。正如有评论调侃的，以前莫斯科人嘲笑基辅天天响警报，如今轮到自己半夜听防空导弹交响曲了。这番奇袭的成效恐怕比炸毁几件具体装备更大。它动摇的是俄罗斯首都的那份沉睡已久的安全感。在前线和敌后双管齐下的同时，乌克兰也没忘记对俄军展开心理攻势。最近乌军再度向俄罗斯士兵发布了一封措辞犀利的招降书，内容可谓软硬兼施，利诱加威慑并用，让人拍案叫绝。招降书的开头直击人心：俄罗斯士兵们，你们有选择，你们没有义务为他人的帝国利益送命。这句话算是戳破了俄军士兵内心可能存在的困惑，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战？乌克兰方面直接点名，你们在替某些人的帝国野心当炮灰，这不值当。接着话锋一转，你们的出路是投降并保住性命，这不是叛国，而是一次生存和重新开始的机会。这一句很巧妙地把投降包装成正面词汇，不是耻辱，而是重生机会。紧接着，乌克兰保证按日内瓦公约给予人道待遇，确保投降者匿名、安全，不会遭报复。当然，光打感情牌还不够，物质诱惑也要跟上。这封招降书直接寄出了一张100万美元支票，俄军士兵只要携带他们能拿得到的有用装备一起投降，最高可获得100万美元的奖励。100万美金对普通士兵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足以让人浮想联翩。一夜暴富，远走高飞，
这诱惑力恐怕比子弹更有穿透力。而且乌方承诺，投降者可以获得新身份证明，选择留在乌克兰或者安全前往第三国生活，甚至家人也会得到保护。这等于给投降者规划好后路，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当然，乌克兰也很清楚，有人可能想带枪投诚蒙混过关，然后搞破坏，所以特意加了一句重要提示：不要假装投降，这很危险，只有自愿且有明确意图的投降才行。简单来说，就是提醒对方，别想着骗我们，我们欢迎真心投降的，但玩两面手法只会送命。这封招降书可谓情真意切，又诚意满满，在俄军士兵中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从俄方传出的只言片语看，前线已有士兵动摇，甚至付诸行动。据俄军自己的渠道透露，有几名士兵拒绝执行，明显是送死的冲锋命令，愤而将逼迫他们送死的俄罗斯宪兵军官当场击毙，随后逃离阵地。此外，早在去年8月，俄媒就承认过有超过100名俄士兵向乌克兰集体投降的事件。这些例子至少说明，乌克兰的心理战并非空谈，确实在俄军内部引发了震动。对乌克兰而言，一封招降书成本低廉，却可能撬动敌方士气这个杠杆，士气崩了，武器再先进也没用。正所谓攻心为上，让对手兵不血刃的瓦解，比硬碰硬划算多了。乌军此番再次广撒投降传单，配合前线战场的压力，等于双管齐下，瓦解俄军战斗意志。即使大部分俄军不会立刻放下枪，但只要有更多人开始质疑战争目的，憧憬投降好处，俄军的凝聚力就会出现裂痕。这一纸招降书背后的逻辑显而易见，让俄军官怕，让俄士兵想，官怕士兵跑，士兵心想后路，从而互不信任。而怀疑与恐惧一旦在军队中滋生，比任何导弹都更具杀伤力。战争的戏码有时比小说还离奇。你能想象一名俄罗斯海军的舰长在陆地战场上被乌克兰军队给逮了俘虏吗？这听上去不可思议的场景最近还真发生了。据报道称，乌克兰部队在一次对俄边境库尔斯克州的突袭行动中，俘虏了一位俄罗斯黑海舰队扫雷艇的前任舰长。这条消息一出，令人不禁大呼，这也行。事情发生在俄罗斯本土深处的一个小镇乔特基诺。据悉，6月初乌军小股部队第3次打入库尔斯克州境内，在乔特基诺一带与俄军爆发冲突，结果战斗中乌军意外活捉了一名俄军指挥官。经辨认，此人竟是黑海舰队某扫雷舰的前舰长，名叫奥列克西·马马耶夫 Alexei Mamayev。 一个海军舰长怎么跑到陆地前线来了？原来俄罗斯黑海舰队自从在海上吃了大亏之后，不少幸存舰员被拆分重新编成了海军陆战部队，调往乌俄边境执行地面任务。简单说，这位舰长大概也是在他的舰艇沉没或者退役后被赶鸭子上架，当了陆战旅的军官，结果阴差阳错在陆地上成了乌克兰的阶下囚。俄方对于乌军这一越界抓捕行动目前保持沉默，似乎不太愿意承认这桩尴尬事。但无风不起浪，黑海舰队的很多水兵如今确实在路上作战，这是公开的秘密。乌克兰军方显然深知这一点，专门盯上了这些从海里逃上岸的老对手们。当初在黑海上，乌克兰用导弹和无人艇让俄舰队吃尽苦头，如今把战斗延伸到陆地上，把曾不可一世的俄海军军官擒获受审，可谓陆海双线复仇。想象一下俄罗斯军方高层此刻的心情，黑海舰队本已因旗舰被炸沉，基地频遭袭而灰头土脸，好不容易把残兵破舰撤回国内，还拉上岸当陆军用，结果连舰长都在人家土地上给抓走了，这无疑是雪上加霜，让俄军士气和脸面双重受挫。对于乌克兰来说，这一战果不仅有军事价值，获取情报，增加谈判筹码，更有巨大的宣传价值。它等于在告诉俄军，天涯海角我们都能找到你，哪怕你逃离了海上的致命海王星导弹，最终还是难逃我们特种部队的手心。这样的战场佳话极大振奋了乌克兰军民的信心，也让对手心生畏惧。此事的现实意义在于展示乌克兰特种作战能力的提升，以及俄军防守纵深的漏洞。乌军屡次能够突入俄境进行行动，这已是第3次进入库尔斯克州，充分证明俄方边境地区防线并不牢靠。
与此同时，黑海舰队官兵在陆地吃亏，也反映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俄军调配问题，拿海军补陆军的窟窿，结果连带着海军脸面也赔了进去。对于乌克兰，这是以小博大的又一成功案例，鼓舞人心；对于俄罗斯，则是响亮的警钟，后院绝不能再失火，否则高阶军官接二连三被俘的戏码就真要上演续集了。近期一系列对俄境内空军基地和战略目标的打击，引发了外界高度关注。其中有一桩悬而未决的疑团，乌克兰是否已经秘密动用了德国制造的金牛座远程巡航导弹，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动攻击？俄罗斯方面是这么声称的，但乌克兰官方保持沉默，这就让事件平添几分神秘色彩。事情要从2025年6月上旬说起，当时俄军位于本土的多个空军基地和油库在2天内遭到猛烈袭击，其中包括布良斯克州的一个机场、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战略空军基地等要害目标。袭击过后，布良斯克机场里至少一架咪到8直升机被炸成废铁，一架咪到35武装直升机重伤不起，而远在伏尔加河畔的恩格斯空军基地更是烈焰冲天，巨大的黑烟整整飘了1天1夜。卫星图像显示，恩格斯基地至少2个大型油罐被引爆，估计有数十万升的航空燃油付之一炬。这场打击让俄军后方损失惨重，一时间议论纷纷。乌克兰是怎么做到的？俄罗斯国防部很快跳出来下定义，他们宣称乌克兰这次袭击除了发射大量无人机之外，还动用了德国提供的金牛座空射巡航导弹，甚至扬言这是北约武器直接打到俄罗斯本土，严重升级冲突。听起来好不吓人。金牛座导弹射程远，精度高，如果真被乌克兰用上，那莫斯科可要头疼了。俄罗斯此番指控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对德国施压，你看，这要真是你们的导弹干的，我们可是要算账的。有趣的是，乌克兰方面对此既不证实也不否认，泽连斯基总统倒是适时的出来表示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观点。他说乌军此次针对俄基地的行动使用的全都是乌克兰自主研发的武器，没有依赖西方装备。他甚至透露一个细节，这些蛛网空袭行动里参与运送无人机的俄罗斯卡车司机自己都不知道车上拉的是什么。泽连斯基此话既是在暗示本次袭击更多是无人机功劳，也顺带秀了一把乌克兰谍报部门的渗透能力，连俄国司机都被借用了。至于是否用了金牛座导弹，他只字未提，保持了战术模糊，这让外界更加雾里看花。实际上，德国确实曾考虑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但碍于射程可能触及俄罗斯腹地，一直犹豫。截至6月初，这款导弹并未公开移交乌克兰。然而俄方既然坚称中了金牛座，或许是为自己防空不利找借口，好像在说不是我们的防空差，实在是敌人拿出了新式高端武器，也可能真有少量金牛座秘密到货，被用于首战效应。真相如何尚未敲定，但从效果看，那几处俄军基地和油库被炸得够呛，符合金牛座导弹精准打击的特征。难怪俄杜马主席气急败坏地警告德国，称交付金牛座相当于对俄宣战之类。无论金牛座是否真参与了此次打击，这个话题本身就对俄罗斯形成了心理震慑。一想到乌克兰可能随时得到500公里射程、钻地穿甲的巡航导弹，俄方那些更后方的战略目标，例如远在乌拉尔甚至莫斯科周边的重要设施，都将处于威胁之下。特别是克里米亚大桥、大型弹药库、指挥中心这些过去以为在安全距离之外的目标，现在都可能睡不踏实了。如果说无人机让莫斯科心惊，那么金牛座则会让俄罗斯更广阔的后方都不得安宁。当然，对于乌克兰来说，如果真的拿到金牛座，也会谨慎选择时机和目标，以发挥最大战果，且不致引起盟友顾虑。从此次袭击俄基地的效果看，不论是无人机群还是神秘导弹，都已经证明乌军有能力触及俄罗斯纵深，并造成可观损失。随着时间推移，这团围绕金牛座的迷云终将揭晓。但有一点已经明了，乌克兰在远程打击方面的手段愈发丰富，俄罗斯后方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就在地面和纵深战线烽烟四起之际，天空中也传来一则爆炸性新闻。据多家媒体和自媒体报道，乌克兰空军的 F-16战斗机在首次实战出击中击落了一架俄罗斯的顶尖苏 -35 战机。
如果此事属实，那将是俄乌战争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幕。乌克兰获得的西方战机在空战中首度击落俄王牌机种。传闻中的这场空中决斗，据说发生在俄罗斯边境的库尔斯克州上空。一架乌克兰空军的 F-16，在一架从远距离提供情报支援的瑞典萨博负340预警机辅助下，悄然接近正在巡航的俄军苏 -35秒战斗机，并发动突然袭击。乌机发射了一枚美制 AIM-120先进中程空导弹，据称精准命中苏 -35，将其当场击落。更让人惊叹的是，苏 -35号称机动性能一流，电子设备先进，却几乎没能及时察觉 F-16的偷袭。有评论戏言，俄罗斯飞行员大概是等看到账单、导弹来袭警报，才发现自己老婆敌机早在疯狂购物，锁定攻击了。等反应过来，已经为时晚矣。当然，这一切目前主要来自乌克兰和西方的消息来源。俄罗斯官方并未承认有苏 -35在本土被击落，还在消极地核对情况。而且截至目前，乌克兰空军的 F-16战机还处于训练换装阶段，按理并未大规模部署到前线。那么这次击落报道是怎么回事呢？有分析推测，可能是某些乌克兰飞行员已经提早驾驭少量 F-16执行有限任务，或者这其实是一场与北约默契协作的隔空助攻。不排除有北约国家的预警机在波兰或黑海上空提供监视，引导乌克兰战机或防空系统实现了这一战果。也有人怀疑整个事件是乌方释放的心理战烟幕，意在震慑俄军空天军。F-16已经上场，你们的王牌也照打不误。无论真相如何，这则消息在乌克兰舆论和支持乌克兰的圈子里引发了巨大兴奋，被誉为历史首次。毕竟苏 -35是俄军现役最先进的多用途战斗机之一，单价高昂，号称空中野兽。而 F-16虽老当益壮，但由乌克兰飞行员操作击落苏 -35，这种战果有着非凡的象征意义。一旦坐实，意味着乌克兰空军在西方装备加持下，有能力与俄军抗衡，乃至压制俄制4代半战机。这将大大鼓舞盟友继续提供战机的意愿，也提升乌军夺取制空权的信心。对俄罗斯来说，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自己的王牌飞行员和最先进战机竟在自家门口被敌机击落，无异于给长期号称占据空中优势的俄军泼了一桶冷水。如果连苏 -35都保不住，今后俄空军还敢轻易深入乌克兰空域吗？这势必影响俄军在前线上空的气焰，迫使其更加谨慎。而对于尚在学习摸索 F-16的乌克兰飞行员而言，这则捷报无疑是一针强心剂，让他们相信手中的新战机能够真正改变游戏规则。当然，我们也要保持一丝冷静，目前没有独立证据完全证实这次击落，一切细节主要来自社交媒体和二手报道。但有时战争传言本身也是武器，乌克兰方面乐见这种传言传播，因为它可以先行一步击垮对手的信心。可以想见，俄罗斯飞行员现在听到 F-16这个名号，心里多少会冒出一丝阴影。天晓得乌克兰人是不是已经开着 F-16在暗处等着我？这种心理负担正是乌克兰希望敌人承受的。无论如何，随着真正的 F-16战机在未来几个月逐步交付乌克兰并形成战斗力，这场空中猫鼠游戏将变得越来越精彩。届时，今天传闻中的剧情也许会变成明天战场上的常态演出，那就是 F-16和其他西方战机在乌克兰上空狩猎俄制飞机的场景。乌克兰空军的新时代似乎已然揭幕，俄罗斯空天军则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严峻考验。在上述林林总总的非常规招数之外，乌克兰高层还抛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构想，考虑允许在乌克兰境内组建私人军事力量，也就是俗称的私人军队或准军事公司。这个想法听起来很野，因为乌克兰一直以来并没有瓦格纳那样的私营武装存在。然而泽连斯基总统最近明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这个可能性。话说事情的起因还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原来在不久前举行的俄乌谈判中，俄方居然在备忘录里要求乌克兰取缔所谓的民族主义武装和私人军事公司。言下之意，俄罗斯把乌克兰一些爱国志愿营甚至正规部队，比如亚速营，都污名化成了私人武装，要求乌方解散。
而这边厢，俄罗斯自己却恰恰养着瓦格纳、红色旅等大批雇佣兵组织，在乌克兰战场上为所欲为。这个双标行为让泽连斯基颇感荒唐，他当即回应，既然他们这么提，我现在反而要开始考虑在乌克兰建立私人军队了。泽连斯基的一番话既是反讽也是宣告，他强调乌克兰法律下目前并不存在私人民兵，所谓亚速其实早已编入国民警卫队序列，是国家正规部队。乌克兰没有像俄罗斯那样的灰色武装，但俄罗斯硬要泼脏水，那乌克兰干脆将计就计，公开讨论组建真正的私人军事公司 PMC 的可能性。这可把外界都惊了一下，乌克兰要搞自己的瓦格纳了。其实组建 PMC 对乌克兰来说也并非完全新奇的念头，早在战前就有美国的黑水公司创始人普林斯打算在乌克兰建立私营军事训练基地，战后重建中或许会有大量雇佣兵力量涉入乌克兰的安保。而当前战争尚未结束，引入 PMC 可能有几个潜在好处。其一，可以吸纳更多海外有战斗经验的志愿者，通过合法公司形式参与战斗或培训，而不直接隶属正规军，增加灵活性。其二，可以让一些乌克兰寡头和企业投入资金组建武装保家卫国，形成对正规军的有益补充。其三， PMC 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俄罗斯的一种回应。你有瓦格纳搅局，我们也可以有类似的力量来以牙还牙，比如未来在境外灰色地带开展行动。当然 PMC 双刃剑的属性乌克兰不会不清楚，私人武装一旦失控，可能带来内部分裂和无法无天的风险，看看瓦格纳事件就知晓一二。因此泽连斯基只是说可以考虑，并没有立即拍板设立，很可能是把它当作谈判筹码和对俄施压手段之一。但就这番表态本身，就足以看出乌克兰在战争逼迫下思维的转变。凡是敌人用过且有效的非常规手段，我们也不妨研究效法。这和前文的各种举措其实一脉相承，打破常规，出奇制胜，为求胜利不拘一格。若乌克兰真的走上组建私人军队这一步，将对军事格局产生有趣影响。或许我们会看到类似乌克兰国际军团有限公司这样的组织出现，吸纳全球反侵略志士，又或者乌克兰国内涌现几个以爱国富豪冠名的战斗团，成为正规军之外的一支骑兵。不管怎样，这一提议本身就体现了乌克兰在极限压力下的创新求变。正如泽连斯基话里暗含的那份不屈和机智，俄罗斯你不是怕我们有私人军队吗？那我们就偏偏认真考虑一下，气不气？纵观上述种种，可以看到乌克兰正在多层面、多维度对俄罗斯展开反击和压力施加。从情报战线的总攻令，到战场前沿的心理战，从无人机越境空袭首都，到特种部队指导黄龙抓人，从引入先进武器改变战局预期，到体制上酝酿全新军事力量，这一系列动作交织在一起，仿佛绘成一幅全面反攻的序幕图景。有人也许会问，乌克兰这是要孤注一掷了吗？其实不妨换个角度，这更像是一种破釜沉舟的智慧体现。面对庞大的对手和持久的战争，乌克兰深知光靠传统打法很难速胜，于是才祭出这些非常规武器来积累胜势。每一招看似奇险，却都有其内在逻辑。袭扰敌后是为削弱俄军供应，打击首都旨在动摇民心士气，招降策反希望瓦解敌军内部，斩首抓将则重创敌指挥体系，寻求新武器装备创造战机，乃至制度创新也是为长远布局。可以说乌克兰正以超常规手段谋求打破战局的常态。当然，战争从不是单方面的故事，俄罗斯方面也不会坐以待毙。事实上，俄军近期也对乌克兰发动了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在短时间内出动大批导弹和无人机，试图摧毁乌克兰的反攻潜力。但正如我们所见，乌克兰顶住了袭击，并以更灵活多变的方式予以回应，双方斗法进入白热化，你来我往间，可谓险象环生又高潮迭起。对于普罗大众来说，这一连串新闻读起来仿佛惊心动魄的小说情节，然而它们真真实实地发生在我们眼前的21世纪欧陆战场上。而我们今日的分析，正是希望以通俗有趣的方式，让大家看懂这复杂剧情背后的脉络。乌克兰的每一步棋都不是孤立的巧合，而是围绕以弱胜强这个主题
精心布局，悬疑中带着幽默，正如乌克兰人自己调侃的那样，不要惹我们，否则连你的冰箱都会起火。展望未来，乌克兰是否会凭借这些非常之举实现战略突围？私人军队会不会粉墨登场？西方援助的 F-16编队何时全面投入战斗？又或者俄罗斯能否找出应对之策，稳住阵脚？这一切尚未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战局的走向正被这些看似奇招的行动慢慢撬动改变。当蜘蛛网再度铺开，当金牛座蓄势待发，当沉默已久的战机咆哮云天，也许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就将到来。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正置身于一场现实版的悬疑大戏之中，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出人意表的篇章上演？在这场关乎生死与正义的较量中，每一个巧思和勇气之举终将汇成乌克兰追求胜利的洪流。悬念仍在继续，胜利的天平又将如何倾斜？时间自会给出答案，而我们将继续见证这段充满转折和传奇的历史进程。